Hello， 大家好，说来就来，我是芊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就来聊聊关于灵性改变我的3件事。对于刚接触或没接触过灵性的人来说呢，灵性是一种生活中的新的项目，一个下班后才能够去接触的活动。当我们想去关注它的时候，它就会存在；不想关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暂停。它就像是一种放松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在我们融入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发现灵性是生命的一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都是灵性，它是和我们密不可分的，取决在人到底有没有察觉到活着就是灵性，它是生命的本然。只要是生命都有灵性，人类、动物、植物、大自然，整个地球都是有灵性的存有，他们有着自己的思维、感受以及意识。每个生命在这地球都扮演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人类动物，地球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没有植物散发的氧气，地球上的生物就无法生存；没有大自然的布置，地球就是一颗什么都没有的灰球。每个生命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们应该尊重、珍惜彼此。在我们一步一步地觉察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时候，不经意间回过头，我们慢慢发现，那个一直和自己形影不离的影子，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我们的身上离开，它已经停留在过去的时空。我们不会感到不舍，反而是欣慰的莞尔一笑。刚刚所看见的就是旧版本的自己。在以前的时候，我看过一篇的文章，它是如此描述的：每个人都有2次生命诞生的机会，一次是肉体出生，一次是灵魂觉醒。当你觉醒的时候，你将不再寻找爱，而是成为爱，创造爱。当你觉醒时，你才开始真实的、真正的活着。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就是生命重生的感觉。当我们开始有意识看待生命，专注着生活中的每分每秒，那个真实的自己，灵魂的面貌会开始一步一步的展现。因为我们不再被生活控制，而是认清自己是创造者。你发现过去你总是很容易感到愤怒的事情，在不知什么时候，你已经不再为此牵挂。这个感觉并非是压抑怒意，而是我们真正的接纳生命由它自由展现的开始。不小心弄倒的水，总是迟到的朋友；突然下起的雨，好好摆放的东西被别人拿走。这些生活不起眼的小事，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场生命对我们的考验。当我们临在于生命的每一幕，你才发现，原来生气并不是真实的自己，那只是心智的声音。真正的自己只有平静接纳，不评论眼前的一幕。这代表着我们已经不被情绪控制自己，我们不再无意识地活在当下，被生活摆布。当我们能够驾驭这些小事的时候，生命就会把我们推动到另一个层次，去面对潜在的创伤。这似乎对我们来说更具有挑战性。我们能否拥抱自己所承受过的一切？因为那些伤害过于刻骨铭心，对于心智来说太深刻、真实了，以至于很多人无法那么轻易地从这些经历中做到真正的接纳。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愤怒不是真实的自己，悲伤和恨也不是真实的自己，但是我们无法深刻体会放下，不停在这负面的漩涡中挣扎，想要解脱。但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恨、痛苦、悲伤都是灵魂想要体验的，它们并不需要消失。因为只懂得爱的灵魂，对灵魂自身来说太过于乏味了，它想要经历更多的体悟，因此它允许由心智带领它去体验这一切。无论什么样的体验，它都爱。它爱这场让它体验恨的经历，它爱这场让它体验悲伤的过程，
他爱自己的命运，因为爱，他允许这一切的存在。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想尽办法让这些感觉消失，而是允许接纳事情的降临。当我们无法意识到体验生命就是自己的热情，那么我们就无法去爱我们的经历，也因此无法接纳。当我们能够去接纳这一切，这些恨、痛苦、悲伤不再是左右我们的枷锁，而是一场让我们去感激的体验。它让心智去学会去爱自己的每一个经历。灵性也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溶解了很多局限我们去创造生活的信仰。它让我学会去看见每一个当下，生命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以及自己的信念如何去显化自己的世界。我们每个人实际上犹如一台投影机，我们内在会投射我们外在的世界是如何的。当我开始不再评价外在的环境，而是静待观察它如何演变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每个当下都是有力量的。他们就好像预先精心策划好的计划，默默地在运行中。有时候我会看见事情发生的时机特别的完美，但有时候却又特别的不如意。每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对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人呢，会带有不同的反应。有些的人会耐心的把事情一一的解决掉，而有些的人呢，会心情烦躁、焦虑不安。但事情发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取决在我们怎么去解读它。如果我们相信生命都是以最好的方式在服务着我们，那么我们就懂得去臣服接纳所发生的事。如果我们无法相信自己是被生命支持着的，那么我们就会用自己的视角来判断。你或许会描述自己为可悲的、悲惨的、倒霉的。你相信自己是如此，那你便是如此。所有的一切取决在于你如何去看待世界。或许有人会说，我失业，身上一无所有，难道我不悲惨吗？头脑批判的声音让他们没有察觉到，这一切其实是他们潜意识最渴望的结果。这一切都是源于自己显化的。这类的人通常都是因为开始对工作的厌倦，对金钱的匮乏，心灵无法感受到自己富足。我们的外界只是按照我们所投射的信念来为我们展现。他们内心不想要这份工作，又不满意工资，内在累积的悬念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显化出来了。潜意识普遍的人呢，是很难察觉到的。不是每个人呢都有着和自己潜意识连接或挖掘的能力，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们能够去认出生命所为我们展现的，就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那么这场经历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只要你觉悟这一点，你就不会再认为它是不好的降临，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的开始。我们不懂得如何去连接自己的潜意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世界去认出我们内在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关键在我们的信念，我们是否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是由我们的潜意识所显化的。在过去呢，我总是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经常会比别人还要惨，在友谊上呢，经常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经常都是迎来很多的争执啊，最终反目成仇，翻脸收场。那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有些人是来自家庭的或者是感情的、财富的，而友谊呢，是我用尽前半生所要面对的课题。从幼儿园到上班的年纪，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事情不停的在上演。只要我没有从这些经历中呢去学会或领悟什么，这些课题呢会不停的重复，真的很夸张。甚至到我已经大学毕业已经在一个上班的阶段了，我以为就是大家都已经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的时光然后心智也应该会比较成熟了，不会那么容易的惹事端。但是没有想到还是发生了，就是那时候我简直是怀疑人生，就是开始自我批判，觉得说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
我的命中呢就是不配有真心的朋友。在这些人事物演变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经历了觉醒。我那时候才反应过来，去看见这些经历所要带给我的信息是什么，我有什么样的课题要面对。在我开始做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才深刻的领悟到每一场经历呢都有着它的意义。我没有这些经历呢，我绝对无法能够在这里去分享，可以为大家或者是集体意识展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何从一个局限性的三维意识解脱。每一场经历呢都是在服务我们去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我真的很感激我的经历。灵性呢也让我学会去感恩。在生活上我们经常看见的很多那些正能量的语录啊，或者是宗教都在告诉我们要学会去感恩知足，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就处在一个发自内心感恩的状态，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态度，不需要去刻意提及的事情。这个神奇的变化呢，让我开始去注意，为什么以前呢就是无法对生活感恩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无法感受到自己内在的富足？那我找到的问题是来自于人们的信念以及评判。局限性的信念导致他们把富足的定义呢，只局限在对他们来说很难可得的金钱还有物质，认为只有金钱呢才可以让他们的生活美满，但同时也很害怕创造金钱，因为他们觉得赚钱呢是需要努力吃苦才能得到的东西。很多的人呢，表面上他们看似很喜欢金钱，但实际上他们是不喜欢钱的，认为自己拥有的不够多，不比别人好的评判，让他们无法对自己的生活满足，也对自己伸手可得来的东西不珍惜，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出生睁开眼就一直的得到，从未失去过，就像是一个被定律的系统，让他们的意识僵化。唯独我们放下脑袋里的怨念，静下来去体会当下，去感受展现在自己眼前的一切，不去定义，不理会脑袋里的声音，只有纯粹的感受，你就会发现内在是多么的祥和平静。你就会发现到原来自己拥有的东西是这么的多，富足才是灵魂的原貌。内在的匮乏、负面的情绪呢，都会被这个富足的感觉取代，不再阻碍我们去接收更多富足的流动。当我们深刻感受到内在的转变的时候，感恩就会来临，因为这是一场万事万物与我们共舞的世界。没有彼此的合作，所有的一切绝对不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为我们服务。如何从树转化成植长，又如何从一颗种子成长成果实，流动到我们的手中？这一切不都是需要生命的配合才能够做到的吗？它们包括了来自大自然的恩典、人类的智慧、劳力、能量的转换，才能够让一切显化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切是如此的巧妙，没有生命的奉献，我们又如何得到这一切呢？当我开始真正的体会自己所得来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时候，这个感恩的感觉就一直持续在心中。也因为感恩，这股显化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生命会自然而然地配合自己，给予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似乎听得见我的呼唤，或者预知我会有所需要，通过外在看起来很合理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一切是如此的刚好。很多人认为生命是一场挣扎求生的悲剧，但我的体验所感觉到的是，生命本是一场创造奇遇的旅程，奇迹真的存在。当我们学会去听见内在的声音，去和万事万物合作的时候，奇迹就会降临。喜欢的话就订阅、分享、点赞，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